听到萧长坤的话，叶晨不禁有些惊讶地问道：贺教授怎么会跟韩阿姨在一起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萧长坤愤愤不平地说道：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搞文化交流的时候，俩人不知道怎么就看对眼了。叶晨问他是确定已经在一起了吗？官宣了。是。萧长坤眼眶红肿，痛苦万分地说道：你韩阿姨找我聊过这件事情，她说贺教授对她一直有那方面的意思，而且已经不是1天2天了，就咱们那次跑步遇见她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对你韩阿姨动心思了。说着，萧长坤又道：那姓贺的老小子一直对你韩阿姨死缠烂打，你韩阿姨也不知道哪根筋没搭对，竟然答应他了。叶晨讪笑一声，开口道：爸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其实我感觉他们2个人挺般配的。般配？萧长坤一听这话顿时炸了，气恼地质问道：他俩有什么般配的？要说般配，我跟你韩阿姨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想当年我们2个人在学校谈恋爱的时候，那真是学校里所有师生公认的郎才女貌，要不是马兰，我们2个早就结婚了，孩子都不知道生了几个了。说着，萧长坤很是不忿地说道：我是真没想到你韩阿姨竟然能这么快就移情别恋，这么多年的感情在她眼里难道比不过那个姓贺的吗？叶晨听他这么说，便一脸严肃地认真说道：爸，你这话说的是很不负责任的。萧长坤眉毛一挑，当眼问道：我怎么不负责任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叶晨反问他：你一直说你跟韩阿姨郎才女貌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但是你最终不还是跟妈结婚了吗？萧长坤气恼地说道：我那全是被马来陷害的，如果不是他，你韩阿姨怎么可能离我而去？叶晨摇摇头，淡淡道：那陈年就是我们就不提了，我们就说韩阿姨回来之后这段时间的事情。我看得出来，韩阿姨刚回国的时候对你确实还有旧情，关键是她给了你机会，但是你没有勇气去把握，你自己不愿意把握，她也不可能一直等你。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一个更合适的人，换作是谁都一定会选择后者，毕竟选择前者的话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，甚至有可能一辈子都等不到任何结果。萧长坤一听这话，有些心虚的支支吾吾道：我这不是也在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跟你妈提离婚吗？但是她那个性格你也知道，我肯定的暗度陈仓，伺机而动，不能直接跟她提啊。叶晨哼笑一声道：爸，这话你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萧长坤抢辩道：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啊。叶晨非常直接地说道：爸，我知道你的性格，我也知道你在琢磨什么，你不敢跟妈提离婚，你只想等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，最好是妈忽然人间蒸发了，亦或者她不想跟你过了，主动跟你提离婚，这样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，不费一兵一卒的摆脱这段婚姻，对不对？萧长坤没想到叶晨直接说中了自己的内心所想，于是一脸尴尬地说道：我这不是也想着尽量和平解决问题吗？叶晨摇头道：我知道，韩阿姨回国的时候碰巧妈失踪了一段时间，看得出你那段时间就非常享受当时的感觉，只是你没想明白，那种感觉只是暂时的，你不能把暂时当成永恒。说着，叶晨又诚挚地说道：爸，贺教授的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，说实话，韩阿姨跟他在一起，在我看来是最好的选择。首先是他们2个人都单身，而且都丧偶了，不仅不存在破坏对方家庭的心理负担，而且也不用担心对方会和上一任旧情复燃，亦或者不用担心上一任会回过头来找他们的麻烦。话说到这，叶晨看着萧长坤，大有深意地说道：以妈的性格，就算你们2个人离婚了，她要是知道你跟韩阿姨旧情复燃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，到时候你们2个肯定会不堪其扰，除非你们俩离开金陵，永远不再回来，也别让她知道你们去了哪里。萧长坤仰天长叹：叶晨，你说的对啊，叶晨，我就怕马兰阴魂不散啊，这20几年来，我每天做梦都想着摆脱她，但这个女人就像是一个魔鬼，根本不可能放过我的。
叶晨淡淡道：“这种事情需要你自己去争取，你自己首先就怕了，那说其他的还有什么意义呢？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我刚才话没说完，韩阿姨跟贺教授两人都是从美国回来的，而且都毕业于顶尖的名牌大学，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级知识分子。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华夏，他们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，属于绝对的精英阶层。但这一点就非常般配。相比之下，爸你除了是韩阿姨的初恋情人之外，跟贺教授比没什么优势。”肖长坤郁闷地说道：“他不就是书读的比我多吗？还有哪里比我强？”叶晨认真道：“爸，人家工作比你强吧，是财经学院的特聘教授、副院长。如果他愿意去燕京、清华，也会上赶着请他过去。而且人家生活习惯比你强，身材管理也比你强，每天跑步健身，50岁的人了，看着跟30多似的。刚好韩阿姨也喜欢跑步，身材管理也非常到位，两人肯定有着各种聊不完的共同话题。韩阿姨跟他在一起才是最好的选择，我相信他们2个人晚年一定会很幸福。”肖长坤郁闷得要死，哽咽道：“叶晨，你到底是来劝我的，还是来给我添堵的？让你说的好像你韩阿姨放弃我是对的一样。”叶晨点点头，严肃道：“不仅是对的，而且非常对。”叶晨很清楚，感情这种事情，一旦沦为伤痛，就一定要快刀斩乱麻。就好像是一条腿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伤口，但是这个伤口反复溃烂不愈合，那就要斩钉截铁地把这条腿给它斩断，否则的话必将殃及全身。肖长坤的行事风格如他自己所说，怂得要死，不但对马兰怂，对自己也怂。他怎么可能给自己下重药来治疗自己心理上的伤痛？所以这种事就只能自己这个女婿代劳了。于是他拍了拍肖长坤的肩膀，劝慰道：“爸，算了，认输吧。贺教授各方面都比你强太多了，别看你现在住大别墅，开库里南，真用自身实力去比，8个你也比不过贺教授1个。韩阿姨跟他在一起，你应该输得心服口服才对。如果你心里还有任何不甘心的念头，那都是自不量力的表现。”谁说的？肖长坤心里极度没底，却还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我觉得我现在抓紧时间使劲改变一下，不会比他贺远江差哪去。”叶晨笑道：“你这是打不过人家还硬说人家偷袭，光说有什么用呢？你这要真是在擂台上硬扛着再打几个回合，命都没了。你自己说，你自身条件哪一点比贺教授强？你能说出一点都行，随便哪一点，我别的不说，人家贺教授敢爱敢恨，爱就敢大声说出来，光明正大的追求，光这一点就把你甩出10万8千里了。”肖长坤一下子不知该如何辩驳。贺远江确实各方面都比他优秀太多，这次去韩国搞文化交流，人家贺远江的课题做的那真是让所有人叹为观止，水平直接秒杀了双方所有的参与人员。而且贺远江上了台演讲的时候，中文、英文、韩语3种语言随意切换，信手拈来，那人格魅力把一大帮韩国老娘们迷得一愣一愣的。文化交流的这段时间，光是向他表白的韩国老娘们就至少7、8个，其中不乏那种美艳少妇，可把肖长坤给羡慕坏了。也正因为贺远江太优秀，肖长坤在他面前一直有些自卑，但自卑归自卑，肖长坤还有一点能安慰自己，那就是贺远江喜欢韩美琴，但韩美琴却喜欢自己。虽说处处不如他，但起码在韩美琴身上赢了一回。可是肖长坤是万万没想到，眼看文化交流快结束了，中韩双方参与交流的成员搞了一个舞会，谁能想到贺远江不但学识渊博，人品优秀，竟然还能上台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来了一首英文歌，吉他弹得好，唱得更好，简直把肖长坤嫉妒得死去活来。而且在肖长坤看来，那贺远江也真是浪催的，一首英文情歌唱完，他竟然当众向韩美琴表白，还说希望与韩美琴携手走完后半生，最后站在台上
问韩美琴愿不愿意接受自己，愿意的话就与自己一起跳一支舞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韩美琴竟然站起来走上了台，完事两人来了一段在上世纪美国非常流行的扭扭舞。现场所有人无不被两人的完美适配所折服，唯独萧长坤感觉彻底完败，人生一下子跌落谷底。于是从那天开始，萧长坤整个人就彻底颓废。回到金陵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1个多礼拜，每天用抽烟喝酒来麻醉自己，一直到今天。但是萧长坤痛苦归痛苦，却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与贺远江的差距，所以才一直愤愤不平，痛恨贺远江夺了自己的一生挚爱，更恨韩美琴移情别恋。可是现在听到叶晨字字戳心的话，他心里终于回过神来，终于意识到自己与贺远江的差距。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对自己完全是碾压之势，萧长坤悲从心起，如孩子一般嚎啕大哭。叶晨正想顺势安慰2句，没想到萧初然忽然从电梯里冲出来，焦急地说道：“老公，出事了，妈打110跟警察吵起来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